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啊，是我最近接触到的一个真实案例，绝对让你大开眼界。这个故事主人公叫小贝，是我老家一个远房亲戚的女儿，刚大学毕业不久，在上海一家外企工作。小姑娘长得那叫一个水灵，工作能力也强，年薪20多万。在上海这种一线城市，虽然不算顶尖，但对于刚毕业的小姑娘来说，已经非常不错啦。小贝去年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个台湾男生，叫阿红，比他大3岁，在上海一家台资企业做技术主管。两个人相处了半年，感情稳定。眼看着春节假期要到了，阿红邀请小贝去台湾见父母，顺便玩几天。当小贝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的时候，我心里还是有点担忧的。虽说台湾和大陆同文同种，但毕竟隔着一道海峡，文化习惯和生活方式还是有不少差异的。更何况，我听说很多台湾人家境并不像我们大陆人想象的那么好，尤其是一些农村地区，条件可能会比较艰苦。丽姐，你说我第一次去见他父母，要带什么礼物比较好啊？小贝在电话那头问我。这个嘛，带礼物肯定是要的，但也不要太贵重，显得太刻意。我建议你可以带一些有中国特色又不会太俗气的小礼品，比如丝巾、茶叶这类的。我一边说一边在想，对了，你知道他家住在台湾哪里吗？他说是在台南的乡下，好像是祖辈留下来的老房子，可能条件不太好，让我有心理准备。小贝有些犹豫地说道。听到这里，我心里咯噔一下。台南乡下，老房子，这听起来条件确实可能不太好啊。虽然现在台湾整体发展的不错，但乡下地区的老房子，那可能真的比较简陋。那你男朋友平时消费水平怎么样？在上海一起出去吃饭、逛街这些，是不是很节省？我试探性地问道。其实还好诶，阿红平时挺节约的，但该花的钱也不会不花。他不怎么买奢侈品，但我们一起去吃过几次米其林餐厅，他请客时也不会斤斤计较。啊，对了，他特别爱喝茶，家里的茶具都是从台湾带过来的，看起来挺精致的。这个情况听起来有点意思。从消费习惯来看，这个台湾男生应该不算太穷，但又说家里是乡下老房子，这就有点矛盾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台湾人确实比大陆人更注重生活品质，即使经济条件一般，也会在某些方面讲究一点。小贝啊，我给你提个醒，台湾和大陆的消费观念可能有些不同。台湾人可能不像我们大陆人这么追求表面的光鲜亮丽，他们更注重生活的品质和内涵。所以即使家里条件一般，但在精神层面的追求可能会更高一些。我明白，丽姐。其实我也不太在意这些，我主要是想去看看他的家人和生活环境，更了解他一些。小贝说得很真诚，这样想就对了。不过你还是要有心理准备，万一真的条件艰苦，也不要表现得太惊讶或者嫌弃，那样会让对方家人很难堪的。就这样，小贝带着既期待又忐忑的心情，踏上了前往台湾的旅程。临行前，他还特意换了一身低调的衣服，把平时戴的那些名牌首饰都摘下来了，生怕给阿红的家人留下物质女孩的印象。看着她这么懂事，我这个做红娘的也是欣慰啊。几天后，我收到了小贝从台湾发来的微信语音，语气听起来既兴奋又有点崩溃。丽姐，我要疯了，这根本不是什么破旧的老房子，而是一座超级豪华的农庄啊！我一听就笑了。啊，什么情况？详细说说看。小贝发来一连串的照片，我滑动着看完，也不禁倒吸一口凉气。照片上哪是什么简陋的乡下老房子啊，分明是一座占地几千平米的传统台式庄园，前面是规划整齐的花园，后面还有一大片果园。主楼是那种典型的台湾闽南风格建筑，看起来富丽堂皇，精致无比。丽姐，我真的要崩溃了，他竟然说这叫条件不太好。那房子比我爸妈在老家的别墅还要大几倍，而且里面的装修全都是古色古香的红木家具，光客厅里那套茶几就至少得几十万吧。我之前还担心他家条件不好，特意把自己打扮得朴素一点，结果一进门，他阿姨就问我是不是身体不舒服，怎么打扮得这么憔悴，我当时就想找个地缝钻进去。听到这里，我忍不住哈哈大笑，这反差也太大了吧。
看来我们对台湾农村的印象可能真的有点偏差啊。那他父母怎么样？对你还友善吗？我好奇地问道。他父母人超好的，他爸爸是退休的大学教授，妈妈以前是中学老师，现在在家种有机蔬菜，简直健康的不得了。他们家的米饭和蔬菜都是自己种的，茶叶也是自家茶园产的。阿红他爸还特意拿出珍藏的高山茶来招待我。丽姐，你知道吗？他们那个茶园竟然是他爷爷传下来的，光茶叶一年就能卖好几百万台币。哇塞，那确实是家底厚实啊。我也有点吃惊，那阿红为什么要跑到上海工作呢？在家里帮忙打理产业不是挺好的吗？他说他想见见世面，增长见识，而且他学的是电子工程，在上海能接触到最前沿的技术。他父母也很支持他，说年轻人就应该多出去闯一闯。不过他们确实希望阿红以后能回台湾发展，最好能把我也一起带回去。原来如此，这才是典型的台湾富家子弟啊，低调内敛，不炫富，有家底却选择自己出来打拼，这和我们大陆的富二代形象确实有很大不同。丽姐，我真的好奇怪，为什么阿红从来不提自己家里条件这么好？在上海的时候，她住的是公司安排的普通公寓，平时也就是偶尔请我吃顿好的，其他时候生活习惯和普通白领没什么区别。如果不是这次来台湾，我根本想象不到她家里这么有钱。这个问题问得好，这就是台湾人和大陆人在财富观念上的一个明显区别。小贝啊，这就是文化差异了。台湾社会虽然也有贫富差距，但整体上不像大陆这么崇尚炫富和攀比，尤其是那些老一辈的台湾人，更讲究低调实在，哪怕家里很有钱，外表也不会太张扬。我解释道，再加上台湾经历过较长时间的发展，社会价值观更成熟稳定，人们对物质财富的态度也更平和。原来如此，难怪阿红平时很少谈论这些物质层面的东西，更多是聊艺术、聊旅行、聊人生理想这些。小贝恍然大悟，而且台湾人特别注重生活品质和精神层面的富足，这一点和现在很多大陆年轻人追求的精致穷有些相似，但又不完全一样。他们可能在物质上有能力，但不会随意挥霍，而是把钱花在刀刃上，注重生活的仪式感和内涵。小贝继续分享他的见闻。对，阿红他妈妈虽然穿的朴素，但衣服都是台湾本土设计师的品牌，看起来质感特别好。家里的家具可能是祖传下来的红木，但使用的餐具却是简约的日式风格。哦，对了，他们家的米也是有机的，自己种的，煮出来的饭香得不得了，完全不是我们平时吃的那种感觉。这就是所谓的质感生活啊，不是靠名牌堆砌出来的奢华，而是对生活品质的一种追求。我点点头，丽姐，我现在有点担心，会不会阿红父母觉得我太物质了？我第一天来的时候，看到他们家这么豪华，忍不住感叹了好几次，还拍了不少照片发朋友圈。后来我发现阿红妈妈好像有点不太高兴的样子，小贝有些忧虑地说，这确实是个值得注意的问题。在台湾，尤其是在那些传统家庭中，过分关注和谈论物质财富，往往被视为缺乏教养的表现。小贝，你这几天剩下的时间，尽量不要再过多的谈论或惊叹他们家的豪华程度了。台湾人普遍比较谦虚内敛，不喜欢张扬。你可以多表现出对他们家庭文化、历史的兴趣，比如请教一下他们祖辈的故事，或者对家里的传统手艺表示好奇，这样会更容易获得他们的好感。明白了，丽姐，你太厉害了，这些我都没想到，我赶紧调整一下策略，好好表现。对了，阿红的兄弟姐妹多吗？我又问道。就他一个独生子，所以以后这些家产都是他继承。丽姐，你说我是不是碰到真的台湾别人家的孩子了？哈哈，我笑着回应，看来是的，不过别太有压力，做好自己就行。台湾人普遍比较看重一个人的品格和教养，而不是家庭背景。只要你真诚、有礼貌，相信他父母也会喜欢你的。小贝在台湾待了整整1周，期间阿红带他去了很多地方，不仅有著名的观光景点，还有一些只有当地人才知道的隐秘小店和风景。更让小贝惊喜的是，
阿红的父母非常喜欢他，临走时还特意让管家准备了一箱自家产的高山茶和一些台湾特产，让他带回大陆。回来后，小贝约我出来吃饭，迫不及待地向我倾诉这次台湾之行的所见所闻。丽姐，我真的大开眼界了。以前我一直以为台湾经济不如大陆发达，生活水平可能会比较低，结果去了才发现，人家的生活质量简直高得不得了。我笑着点头，这就是认知差异啊。我们大陆人常常以 GDP 总量、高楼大厦的数量、奢侈品销售额这些来衡量发达程度，但其实一个社会的发达不仅仅体现在这些表面数据上，还体现在整体的生活品质、社会福利、公民素养等方面。没错，我注意到台湾的公共设施可能没有大陆这么新、这么气派，但使用起来特别方便舒适，处处为民众着想。比如我们去的那个小区图书馆，虽然不大，但藏书丰富，环境安静优美，社区居民可以免费借阅，还经常举办各种读书会和文化活动。这就是所谓的发达社会啊，不是看表面的光鲜亮丽，而是看整体的社会运转是否顺畅，人文关怀是否到位。我补充道，而且我发现台湾人消费观念也和我们不太一样。小贝若有所思地说，他们似乎不太追求最新最贵的东西，而是更注重实用性和性价比。比如阿红爸爸开的车是10年前的丰田，但保养得特别好，他说这车结实耐用，没必要换。而他们家的家具很多都是几十年前的老物件，但质量上乘，用到现在依然如新。对，这也是台湾人较为理性的消费观，他们更愿意购买耐用、有品质的商品，而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和新潮。当然，这和台湾经历过的经济发展阶段也有关系，他们已经度过了那种急功近利、大肆消费的阶段，进入了更成熟的消费观念。小贝点点头，继续说道，还有就是饮食文化，我发现他们家吃饭特别讲究，但不是说多么山珍海味，而是食材新鲜，烹饪手法考究，餐桌礼仪完善。每天晚餐全家人都会准时坐在一起，电视关掉，手机放一边，边吃边聊天，氛围特别温馨。这就是台湾人注重的生活仪式感啊！我感叹道，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中，能保持这样的家庭传统实属不易。对了，丽姐，还有一点我特别想说。小贝压低声音，神秘兮兮地说，你知道阿红他们家那么有钱，但他从来不在社交媒体上晒任何奢侈品或者豪宅豪车，他的朋友圈几乎都是分享一些读书心得、旅行见闻或者技术研究的内容，完全看不出来家境优渥。这和我们这边的富二代简直是天壤之别啊！我笑了笑，这就是文化差异了。台湾社会整体更注重低调和内涵，炫富行为往往会受到鄙视。而我们大陆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，财富积累的时间相对较短，很多人还处在想要通过外在物质来证明自己成功的阶段。我明白了，所以阿红那天说他家条件不太好，其实是台湾人的谦虚表达方式吧？小贝恍然大悟，很可能是在台湾，过分夸耀自己的家庭条件是很不礼貌的行为，他们更欣赏那种低调内敛、真才实学的人。小贝若有所思，这次台湾之行真的让我受益匪浅。我以前总觉得大陆发展的那么快，肯定各方面都比台湾强，但现在看来，社会发展是多元的，不能单纯用经济数据来衡量。台湾在生活品质、人文素养、社会和谐度等方面，确实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。说得好，两岸互相学习，取长补短，才能共同进步啊！我欣慰地说。但小贝突然话锋一转，表情变得有些忧虑。丽姐，我有点担心，阿红父母会不会觉得我太物质了？毕竟我们大陆女孩在他们眼中可能就是比较爱慕虚荣的形象，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思考。两岸青年交往中，文化差异导致的误解是很常见的，但我认为只要双方能够开诚布公的沟通，相互理解和包容，这些问题都不是障碍。小贝啊，我觉得你不用太担心。我安慰他道，虽然两岸确实存在一些文化差异，但阿红父母如果真的介意这些，不会对你这么热情的。而且你已经注意到了差异，后面几天不是也调整得很好吗？小贝点点头，眼神中透露出一丝犹豫，
可是丽姐，我跟阿红谈到未来的时候，她提到希望以后能回台湾发展，最好我也能一起过去。我有点犹豫，毕竟我在上海事业刚刚起步，而且对台湾的生活方式还不是特别适应啊。这就涉及到两岸青年交往中最关键的问题了，未来在哪里定居？这确实是个需要慎重考虑的大问题。这个问题确实很重要，需要你们两个好好沟通。两岸虽然同文同种，但社会制度、生活方式确实有很大不同，比如医疗、教育、住房等方面都需要重新适应。我认真的说道，不过看得出来阿红很爱你，他家人也喜欢你，这是最重要的基础，其他问题都可以慢慢磨合和解决。是啊，阿红人真的很好，对我特别尊重和体贴。他说如果我实在不想去台湾，他也愿意留在大陆发展，但我能感觉到他对家乡的眷恋。他爸妈年纪也不小了，如果让他长期留在大陆，我怕他心里会有遗憾。听得出来，小贝是个懂事的姑娘，已经在认真思考两人的未来了。那你有没有考虑过，如果去台湾发展，你自己的职业规划怎么安排？我问道。这正是我烦恼的地方。我在大陆读的是金融专业，现在在外企做投资分析。如果去台湾，可能需要重新找工作，而且台湾的金融行业和大陆有很大不同，我不确定能不能适应。这个嘛，我思考了一下，现在很多工作都可以远程进行，尤其是你这种分析类工作，你可以试着和现在的公司谈谈，看能不能转为远程工作模式，或者找一些可以两地跑的工作。再不行，台湾也有很多跨国企业，以你的能力和经验，应该不难找到合适的岗位。丽姐说的有道理，我没想到这么多。其实阿红也说过，他们家在台北还有套房子，平时出租给别人。如果我们结婚后选择在台北生活，他父母也支持。台北的国际化程度较高，可能会比台南农村更适合我适应，这是个不错的妥协方案。台北确实比较国际化，生活节奏也快一些，可能更接近你在上海的生活状态。我欣慰地看着小贝，这姑娘真的成熟了不少。对了，我还有个问题想问丽姐。小贝突然压低声音，我发现阿红家虽然很有钱，但在一些小事上特别节约，比如他妈妈会把用过的塑料袋洗干净晾干再用，家里的灯泡都换成了节能的，甚至连洗澡水都会回收来浇花。这和我想象中的富人家庭不太一样，我不禁笑了。这就是台湾中产以上家庭的典型特征啊！他们的节约不是因为拮据，而是一种生活态度和环保意识。台湾社会整体环保意识很强，垃圾分类、资源回收做得特别好。而且台湾经历过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，很多人保留了节约的好习惯，这和我们大陆的情况确实有些不同。原来如此。我还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，小贝继续说道，阿红家吃饭从来不剩菜，每次都是刚刚好的量。我第一天还担心吃不饱，结果发现他们的配菜种类很多，每样虽然不多，但吃完正好饱，而且饭后水果也是论个份的，绝不浪费。这正是台湾人的精打细算，他们在生活中的各个方面都很讲究适度和平衡，既不铺张浪费，也不过分节省，而是把钱花在真正有价值的地方。我解释道，比如他们可能不会花大钱去买最新款的手机或者名牌包，但会舍得在健康、教育、旅行这些方面投入。小贝恍然大悟，对，我注意到阿红的手机都用了好几年了，但她每年都会带父母去国外旅行，而且他们家的健康保险买得特别全面，这和我们这边很多人的消费习惯真的不一样。这就是所谓的理性消费和品质生活。我点点头。台湾社会发展到现在，大多数人已经过了那种急功近利、爱面子的阶段，更追求实际的生活品质和长远的价值。小贝若有所思地说，其实我觉得这种生活方式挺好的，虽然不像我们大陆这么激情四射、日新月异，但胜在踏实、可持续。只是不知道我能不能试。因那种相对平静的生活节奏，每种生活方式都有其美好之处，关键是看什么更适合你。我鼓励他，而且两岸交流现在这么频繁，你们完全可以两地都体验，取长补短吗？说得对。小贝突然眼前一亮，其实这次台湾之行还有个意外收获。阿红他表哥在台北开了家科技公司，
主要做大陆和台湾之间的跨境电商平台。他知道我学金融的，就说如果我有兴趣，可以考虑去他们公司负责大陆市场拓展，这样既能发挥我的专业特长，又可以经常两岸跑，几步两全其美。这个机会听起来不错啊，我由衷的为他高兴。跨境电商现在发展的很快，前景广阔，而且这样你就不用担心完全脱离大陆的工作环境，同时又能慢慢融入台湾社会，是个很好的过渡。我也这么想的。不过阿红表哥提醒我，台湾的工作节奏和大陆不太一样，加班文化没那么严重，但效率要求很高，而且台湾公司更注重团队协作和共识决策，不像大陆这么强调个人英雄主义。这些都是文化差异，需要时间适应。我点点头，不过我相信以你的聪明才智，一定能够很快融入的，更何况有阿红在身边帮助你，应该不会太困难。小贝笑了笑，眼神中充满了期待。是啊，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探索和冒险，如果因为怕改变就放弃这段感情，可能会后悔一辈子。我欣慰地看着他，看来这次台湾之行不仅让你见识了不一样的生活方式，也让你的思想更加成熟了。无论你最终做什么决定，只要是经过深思熟虑的，我都支持你。就在我们聊天的时候，小贝的手机突然响了，是阿红打来的视频电话。他接起来，脸上立刻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阿红，我正和丽姐吃饭呢，和她分享我们台湾之行的见闻。小贝开心地说。视频那头，阿红礼貌地向我打招呼，丽姐好。谢谢您介绍小贝给我认识，她真的是个很棒的女孩。客气啥？看到你们这么般配，我这个做红娘的也与有荣焉啊。我笑着回应。阿红接着说，对了，我妈让我告诉小贝，她很喜欢你送的那套茶具，说下次你再来，要亲自教你泡茶。真的吗？那太好了。小贝开心地说，其实我还担心那套茶具太普通了，毕竟你们家的茶文化那么发达，哪里普通了。我妈说那套茶具设计很有现代感，和她收藏的那些传统茶具形成了有趣的对比。她已经把它摆在了茶室的显眼位置，还专门拍照发到家族群里炫耀呢。我在旁边听着，不由得感叹道，看来阿姨是真的很喜欢小贝啊。阿红笑着点点头，是啊，我父母都很喜欢她。他们说小贝虽然是大陆女孩，但很有礼貌，也很尊重我们家的习惯和传统。尤其是那天小贝主动帮我奶奶捶背，把老人家感动得不行，一直夸她是个有孝心的好姑娘。听到这里，我忍不住偷偷给小贝竖起大拇指。这丫头确实懂事，知道老人最看重什么，这一手孝心牌打得漂亮啊。对了，小贝，我爸妈说，如果你决定来台湾发展，他们愿意帮你申请依亲居留，这样办理工作许可证会容易很多。而且我表哥那边的工作机会也随时为你留着，你可以慢慢考虑，不着急做决定。阿红体贴地说。小贝感动的点点头，谢谢阿红，也替我谢谢叔叔阿姨。其实我这几天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，我觉得两地跑的工作方式可能是个不错的开始，这样可以慢慢适应台湾的生活，也不至于一下子就脱离熟悉的环境。这个主意好，阿红赞同道，我们可以先保持现状，等你对台湾更熟悉了，再做长远打算。而且我最近也在考虑要不要在上海创业，如果成功的话，可能我们就不用纠结在哪里定居的问题了，两边都可以有家。真的吗？你想创业？小贝惊喜地问。我有个想法，就是结合台湾的科技优势和大陆的市场规模，做一个专注于智能家居的创新项目。这样既能发挥我的专业特长，又可以为两岸经济交流做点贡献。阿红认真地说。我在旁边听着，不禁为这对年轻人的远见和勇气点赞。他们不仅仅是在谈恋爱，更是在共同规划一个美好的未来，这才是真正的爱情啊！小贝转过头来问我，丽姐，你觉得阿红的创业想法怎么样？我觉得很有前景。我真诚地说，两岸各有优势，如果能够互补合作，一定能创造更大的价值。而且你们两个，一个懂技术，一个懂金融，正好可以优势互补。阿红在视频那头也点点头，是啊，我相信只要我们同心协力，一定能克服困难，实现梦想。无论是事业还是爱情，都需要双方的理解和包容。
看着他们俩甜蜜的样子，我不禁感叹，这就是真正的爱情啊！跨越海峡的距离，超越文化的差异，携手共创美好未来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我是丽姐，感谢大家的收听。如果喜欢我的频道，别忘了点赞订阅哦，咱们下期再见。